不一会，吉尔便来到了仓库门口，甩了几桶汽油过去，随后开枪，汽油桶便像燃烧瓶燃了起来。坤坤则被包围在里面。吉尔一个个获得经验1，获得经验1，获得经验1，获得经验1。恭喜宿主升级，请再接再厉。吉尔满意的看着个人信息面板，不错不错，5点的数值居然全加在了短板敏捷这个方向。数值提升之后，甚至觉得自己反应快到身边的苍蝇都能瞬间拍嘎。紧接着上前取走了黄金级别物资箱，打算找个角落偷偷开。出货，出货，给我出货！成功打开黄金级物资箱，获得汽油发电机1，精致的面包50个，纯净水99瓶，捷达1部。吉尔惊呆了，他没想到黄金级别的物资箱居然有汽油发电机，更让他惊喜的是还有一台车。到了壁垒围墙前，吉尔轻轻鸣了声喇叭。别墅里的谢安琪吓了一跳，连忙跑上2楼阳台，拿着弩箭，看情况不对就要射击。直到吉尔将头伸出车窗，谢安琪这才心气跑下楼，打开壁垒围墙的大门。你这出门一趟，怎么还搞到了一台车？让我猜猜，是你拿到了黄金级别的物资箱，然后开出来的，对吗？怎么样，喜欢吗？有了车以后，我们的出行就方便很多了。谢安琪开心的点头。当然喜欢了，有了车以后，搜集物资就方便了很多，而且最重要的是，我可以和你一起出去搜集物资了。我们一个负责开车，一个负责狩猎。随后赠送300经验值给谢安琪，谢安琪也获得了升级。从面板数值来看，谢安琪的身体素质已经很不错了，以后也放心带他一起出去搜集物资。一直让谢安琪在别墅区里待着，对他来说并不是好事。对了，我有一个大宝贝给你看看。大白天的不合适吧？当当当，你看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东西呀？是个草鸡吗？他原本想给谢安琪一个惊喜，却没有想到谢安琪并不认识汽油发电机。哎，你个小憨货，这是汽油发电机，我们以后有电可以用啊。汽油发电机，是不是说我们可以用电灯了？你就不能有点志气吗？大胆点！谢安琪 CPU 快速转动，差点给干冒烟了。我知道了，我们可以安装监控，给壁垒围墙撞上报警器。给壁垒围墙撞上监控和报警器，这是必须要做的事情。不过这些并不是吉尔想要的答案。你就没想着，有了汽油发电机之后，我们就可以用热水器好好洗个澡？谢安琪确实没有往这个方面去考虑，毕竟水在末日世界里面可是十分宝贵的生存物资。能发电也得有水才能洗澡啊，拿珍贵的水资源去洗澡，太浪费了。咱们的水管够，这一点你不用担心。不过也不能太浪费，以后咱们3天洗一次澡。随后吉尔来到电警房，拿出汽油吨吨吨的向发电机里面。像这样的大型发电机，一般情况下也足够使用好长一段时间了。在末日世界用电的地方不是很多，不过吉尔可没打算节约用电。汽油发电机用的是汽油，而他最不缺的就是汽油。接着又来到楼顶，往蓄水池里不停地倒进矿泉水，这将是他们之后用来洗澡的储藏用水。警告！警告！有人试图攀爬围墙，请及时处理。不要在我家门口偷偷摸摸的，马上离开，否则别怪我动粗了。围墙外的几个幸存者吓了一跳，没想到这栋别墅居然有监控，随后便离开。丫的，别人现在都能通电了吗？我也想吹吹空调。干脆咱们今晚去搞一手。那个监控怎么解决？监控也会有死角，我看别墅后面那里该看不到，我们从那边爬进去，偷偷潜入，干掉里面的人。菲菲，那别墅不就是我们的了吗？他们这个团体在原先世界里就是一个盗窃团伙，莫名其妙来到这个末日世界后，他们也没有分开，直接汇聚在一起。只可惜运气有点背，总是搜集不到物资，到现在团队甚至都做不到一人一把刀。等到了半夜，这个盗窃团伙悄悄来到之前所说的那个别墅死角，不过他们还是低估吉尔对这栋别墅的掌控。既然你们动机不纯，那我动起手来就可以心安理得了。不一会，团伙从死角绕到大门，门瞬间被打开了。这个盗窃团伙确实有点门道。当他们进到别墅时，突然开灯，但随后就发现对面只有2个人，他们相互对视一眼，竟是打量着吉尔和谢安琪。这个女的交给我。就你那变态想法，可别把人搞嘎了。紧接着瘦子直接爆了装备，随后的人也跟着爆了装备。很快对方只剩下一个腿被打断的。不必可怜他们，想想如果我不在你的身边，你觉得你的后果会如何？谢安琪自然清楚，如果没有吉尔，那么今晚等待他的会是什么？随后缓缓举起弓箭，但明白是一回事，真动真格的还是有些下不去手。看来还是需要自己推一把，帮他跨过这个心理障碍。只有跨过这个心理障碍，他才能够真正在末日世界有立足的资格。安琪别怕，我一直都在。强烈的求生意志让他忍住剧烈的疼痛，慢慢的往外爬。吉尔用手遮住了谢安琪的眼睛，放手吧，谢医生。随后最后那名盗贼也领盒饭。谢安琪丢下弓箭，不停的在墙角呕吐。其实吉尔也有些恶心，虽然不是第一次打人，但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真实的画面，他都有些担心谢安琪会不会有心理阴影。在解决了那群盗贼后，他们改变了原本的计划，别墅区也开始陆陆续续有其他幸存者到来。如果不未雨绸缪，不去提升等级和搜集物资，真到了那一天，
仅靠着 P92手枪和无限汽油，想要守住这栋别墅，其实也不太可能。所以，吉尔和谢安琪选择主动开车到比较远的丧坤聚集点，供给他们刷经验。安琪，我现在升到9级了，我打算今天一鼓作气升到第10级，看看身体有什么变化。好啊，而且我们来这边也不轻松，开车都得开2个多小时，趁此机会多积攒些经验升级也好。那就这么定了，待会你来开车，我负责搭坤坤。那你有什么作战计划了吗？我们待会儿找个草地上淋满汽油，然后开车到丧坤面前，把他们引过来，再放火烧掉，给他们来个生烤坤坤。好主意，你可太聪明了。吉尔有些不好意思地摸了摸头，他发现谢安琪现在对他简直唯命是从，做什么都是一通夸，搞得他都有些不好意思。这样的战术完全基于坤坤们没有灵智，只会本能的追击，若是产生灵智，这样的战术根本不可能奏效。不一会，两人拿着汽油往草地上泼，整片草地马上就在阳光下底下反射出油亮的光。泼完汽油后，谢安琪开车直接冲向丧坤群的方向。临近的时候，吉尔便开始射击。走，按照刚才计划的路线走，开慢点，一定要吊着丧坤坤跑过来。到了布置好陷阱的位置时，吉尔直接一枪打向了汽油，大火迅速包围了练习时长点弹坑。至于放火烧山、老地坐穿这样的警示语，在末日世界里可不会生效。吉尔也不在乎什么爱，活下去就可以。卧槽，那边的森林是怎么失火了？被人放火烧山，还是自燃的？放火烧山，老地坐穿，这个天气应该不至于自燃吧？前几天那场酸雨下了一天，怎么可能会自燃？肯定是人为纵火吧？没有人去灭火吗？树木也是生命啊！这末日世界，你跟我说去灭火抢险救灾，且不说没有水，谁会这么不要命啊？你以为消防员那么好当吗？天啊，好刺眼的佛光，活佛在世，既然觉得树木要被解救，那你去灭火救灾。不少幸存者对这种脑瘫言论十分无语。这个世道还想着救火救灾，对方是怎么活到现在？幸好吉尔正忙着开车，没空去看聊天频道，不然他肯定直接曝光收火是他放的。看看编号984594的圣母怎么跟他对线。获得经验1，获得经验1，获得经验1，距离升级还差经验1。眼看着就要升级，却迟迟不见经验条的上涨。很显然，那场大火已经将森林里的全部丧坤烧嘎，不再提供经验值。也就在这个时候，前方出现了一只摇摇摆摆的丧坤。刚愁着差的经验值去哪找，没想到这么快就来了。吉尔迅速开了一枪，获得经验1，恭喜幸存者升级，请再接再厉。一瞬间感觉到自己的身体素质飞速提升，不是力量和敏捷上的飞跃，而是说不上来的感觉。吉尔，你升级了，太好了。是的，我们现在就回家，等回去之后再慢慢研究这次升级到底有什么变化。出来搜寻物资，围猎丧坤已经2、3天，也该好好休整一下。真不明白10086是从哪来的那么多物资，甚至还搞到了电。知足吧，至少我们还有地方可以休息。等哪天搞到战斗的物资，直接去把10086的老窝给端了。要让你上，他丢出来的 S 体还不够多吗？别想这些有的没的。吉尔，这次我们出去得了不少物资诶，好几箱面包，而且还有毛巾、衣服这些。吉尔，你去哪里了？突然，谢安琪的臂膀被拍了一下。幽灵！吉尔突然显现在谢安琪面前，哈哈，被吓了一跳吧？谢安琪这才明白，刚才一切都是吉尔的恶作剧。但是这是怎么做到的？怎么回事？你是得到什么新能力吗？刚才你突然拍我一巴掌，都要把我吓死了。谢安琪叽叽喳喳问个不停。这就是升到第10级之后提供的身体强化吗？但具体强化了哪些方面却是语焉不详。目前我感受到的就是我的身体硬度提升了很多。接着，吉尔凭空消失在谢安琪面前，这就是我发现的第2个变化。这个隐身有什么缺点吗？另外，你的身体数值没有什么变化吗？变化不大，但是感觉也够用了，基本算是正常人能达到的极限了吧。谢安琪看着吉尔的个人数据，沉思一会儿。我觉得这应该是系统有意卡在20的数值，当然也有可能后期数值会有别的用途，这一切还是系统说了算。我们先出去实验一下这个隐匿技能吧，看看这个技能的妙处所在。经过1个下午的实验，两人总结出了这个隐匿技能的使用和局限。在使用时会完全隐藏自己，包括影子，但是并不能隔断声音，所以在实验的过程中，谢安琪有好几次从呼吸声和脚步声中判断出吉尔大概的位置。要知道，丧坤的嗅觉可是很灵敏的，这一点很关键。第2天早晨，这个世界的气候又迎来了第2次的变化。看来今天是没办法出去了，这种气候出去，只怕是被晒中暑或者渴死了。还想着今天也让谢安琪也升到第10级，验证一下技能到底是不是他的专属呢？现在没办法，只能留在别墅里。今天也太热了吧！我睡在野外山顶上，迷迷糊糊我还以为被人抬进焚尸炉了。我本来打算徒步穿越一片平原的，结果现在连处乘凉的地方都找不到，我感觉我要嘎了。前面有酸雨，现在又是高温天，
下一次不会是下冰雹了吧？你可闭上你的乌鸦嘴吧。还好吧，我开了20度的空调，感觉还有些冷，都想盖棉被了。许多正在打字的幸存者看到了吉尔信息，手瞬间僵住。这惹人讨厌的10086又出现了。10086，你又来吸引仇恨了是吧？不过这可没什么好嫉妒的，我现在就泡在浴缸里，可凉快了。你也来凡尔赛的是吧？浓眉大眼，没想到还是个背叛组织的家伙。你们不应该是关注10086，为什么能吹空调吗？卧槽，他居然有电了！不，我不能接受，我饭还没吃饱，怎么就有人过上小资生活了？不至于吧，兄弟，这都过了1个多星期了，你还在温饱线挣扎啊？呜呜呜，是我没用了，都用了好几天的电了，你们加油，面包会有的，牛奶也会有的，一切都会有的。都来到了末日世界，都还有阶级，而我还是苦逼逼的无产阶级。差点忘了说，我上架了一些洗发水、沐浴露，你们想要的可以买哦，价格便宜，童叟无欺。吉尔在聊天频道看到了新的商机，现在的幸存者都被这炎热的天气所困扰，自己有冰箱，他可以自己制作冰棍，然后转手卖给幸存者们。幸存者这么多，总有人忍不住炎热，买冰棍下火的。和谢安琪商量这件事后，便喜滋滋的准备批量制作简易冰棍。家人们，那么热的天气，你们想不想吃冰棍？平时夏天我最喜欢吃冰棍了，求求你送我1根冰棍吧，好人一生平安。小哥哥，给你看点好看的，你送我2根冰棍呗。随后，吉尔收到了来自那位幸存者的照片。这能看到什么？让他没有想到的是，这个女幸存者居然为了几根冰棍，真的发来了超级模糊的图片。很显然，她已经轻车熟路，不是第一次了，否则至少也会犹豫一下。想要吃冰棍，就用物资交易吧。看在你这么辛苦的份上，我可以给你一个折扣价。晦气，你早说啊，浪费我时间。摸了摸谢安琪的头，还是自家婆娘好啊。谁是你家婆娘了？我可还没认。虽然没有认识很多天，但两人还是很自然的走到一起。毕竟末日世界下，感情就像干柴烈，一点就着。刚才有个女的给我发颜色图，想换冰棍，我看都不看就给打发走了，厉害吧？我发现你的脸皮越来越厚了。哈哈，是吗？我怎么没感觉出来？极端的炎热天气过后，吉尔两人又重新投入到紧张的搜集物资作战当中。一旦幸存者多了起来，总有一天他会被群而攻之。所有的这一切都会被别人全部接受。吉尔，我们还要继续吗？我手有点麻了。那回去吧，也快到中午了，咱们回别墅里好好休息。最近有一个自称警长的人声名鹊起，聊天频道里都是关于他的讨论。你们知道吗？最近有一个叫警长的人正在招兵买马，扩充势力。这没什么稀奇的吧？周书建和牛自强他们不都是自己建立同一个势力吗？你村里刚通网吗？牛自强的势力早被警长给灭了。这件事情我也听说了，警长半夜带着2、3个人往牛自强的别墅里扔了好几颗燃烧瓶和手雷，牛自强他们直接被活活烧倒。听说警长那里的待遇挺好，也不管你有没有战斗物资，只要去了就可以领到粮食和水。有这种好事？那我只有一把石刀，去了警长那里他也收我。大家好，我是警长，我可以向大家保证，只要加入我们这个大家庭，我们就是一家人，相互帮助，这是我的坐标，我将在这里诚挚恭候各位。没想到警长亲自现身，并且发布招贤令，让众多幸存者震惊。周书建也是十分紧张，要知道警长可是和他的距离并不算远，迟早有一天他会和警长发生冲突。和手下商量一番之后，决定先下手为强。于是在一个夜晚，周书建的人手倾巢而出，埋伏在警长所在的那个据点，一挥手，10几个人一窝蜂冲了进去，却发现警长已经坐在客厅喝着茶，微笑着看向他们，明显早有准备。随后身后的队伍中突然有几个人毫无防备领了西瓜，还没弄清楚状况，带来的弟兄就倒了一大片，只剩下一些拿着武器走到警长身后的叛徒。不可能，队友之间无法产生直接伤害，你们是怎么做到的？队友之间确实无法彼此伤害，但如果他们并不是呢？周书建不知道什么时候，他的亲信大部分变成了警长的内应。警长，周书建也嘎了，您看是不是可以像之前您答应我的那个物资？我不喜欢叛徒，你今天能背叛周书建，明天也能背叛我，所以你嘎了才是最好的选择。你们把它处理掉，还有地上 S 体都拿去喂丧坤。翌日，周书建被警长灭掉的消息迅速传开，就连吉尔都有些惊讶。周书建、牛自强他们的实力还是很雄厚的，没想到就这么简单被警长灭掉。10086，我是警长。吉尔皱眉，这个警长怎么突然找上门了？现在警长就像个灾星一样，可不想和他扯上关系。明人不说暗话，只要你加入我的团队，以后你就是老二。我知道你的物资很足，但今后坤坤只会越来越厉害，只有强强联手才能活下去。这个警长画的大饼一环套一环，更何况他还有无限量物资这个绝对半级别的东西。加入警长的团队图什么？图警长是老头，有低保吗？你说的很好，但是我拒绝。你要知道，很快昆巢就会开始，更高级的坤坤也会陆续出现，
你的物资确实很充足，但是你能够一直抵抗后面的丧坤潮吗？警长还挺关心我的，不过你多虑了，我有绝对的信心，在今后的末日世界里苟活下来，警长就不要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。我希望你再好好考虑考虑。我丑话说在前面，如果我们不能成为朋友，那么迟早有一天会成为敌人。我不希望那一天的到来。循循善诱没有产生效果，警长便开始威胁，希望他低头。不过警长也只是试一试。警长的威逼利诱果然功夫到家啊！不过我不吃这一套，我也丑话说在前面，只要你不来招惹我，我懒得管你什么警长探长的。但如果招惹到我，就别怪我心狠手辣。警长看到吉尔的信息，皱了皱眉。这个10086怎么像块石头一样？如果是在过去，警长自然不会这么极端，但现在是在末日世界。物资丰富又如何？只要我把你嘎了，不就成了我的物资吗？机智的毒刺看出的警长的异样。警长，有什么地方需要用得上我的吗？毒刺是警长团队里成立的特战小队的队长。这个10086像块石头一样，说实话，我不是很想与他为敌。警长，您也不必担心，我们团队实力强大，现在也有源源不断的幸存者要加入我们，只要给我们时间，势单力薄的10086不足为惧。10086可以先放着暂且不管，目前最关键的是要想尽一切办法扩充我们的团队。你去对外宣传，只要来了就有饭吃。毒刺顿时有些为难。警长，招揽更多的幸存者固然能够短期内迅速提升我们的实力，但是要负担起大量供给，会不会有些吃力？他们最近掠夺了牛自强和周书建的物资，食物并不能算紧缺，只是很难支撑团队迅速扩充。我们招募了大量的幸存者，只要撑住短期的食物补给，到了后面我们有规模的去搜集物资，统一分配，那么我们就相当于永动机一样运作下去。警长，我悟了，我是警长团队的毒刺，我们再次诚挚邀请各位的加入，我们承诺，只要加入我们的团队，人人都能吃饱饭喝到水。还是原来的坐标，我们在这里恭候大家的加入。有没有组队一起去警长那里报道？还是算了吧，去到警长那里加入一个团队再说。现在一起去报道，怕是来个仙人跳直接狗带了吧？之前我就加过一个队，半夜故意引丧坤来搞我，我死里逃生之后解除了组队，直接反搞的。有没有人要跟我组队的？咱们一起组队吃好的喝好的。干嘛要跟你组队啊？去跟警长不香吗？我还真没觉得有多香，警长那里肯定很多人报名，与其去那里混一口饭吃，不如自己组小队，到时候拿到的物资还比较多。有道理啊，加我一个。警长打开了一个趋势，让落单幸存者们开始抱团。在日渐凶猛的环境下，普通幸存者不抱团取暖，是很快就会被丧坤吞没。我们是不是也需要招揽一些其他的幸存者呀？万一以后有坤潮出现，凭我们2个人挡得住吗？招募队友是一件非常谨慎的事情，必须要找到和我们一条心的，没那么容易。这个以后再说吧。看着谢安琪这个美女，安琪，我背包里的小雨伞库存有点多，实在太重了，不然今天我们清点库存吧。什么叫太重了？要清库存？这都是什么虎狼之词啊！谢安琪整个脸蛋是红扑扑的，却不知道自己的这番举动更平添了几分魅力。怎么了？不可以吗？不是不可以，那你等我一会儿。5分钟后，吉尔扶着腰坐在沙发上。这把手枪就当做咱们的定情信物吧。你的那把弩箭用起来有些吃力，拿着手枪，生存能力能够提升一个档次。我拿了手枪，那你怎么办？你才是咱家的主要输出，这把手枪你拿着更有用。小傻子，这把手枪可不是我的那把 P92手枪。接过手枪，仔细端详，果然与吉尔平时用的那把有一些区别，和我那把 P92一样，都用9毫米子弹。我是昨天在交易平台扫到的。现在的交易平台战斗物资相比最开始的天价，现在已经有所下降。我一会先给你几千发，然后咱们正经的去小树林那练习枪法。啊，你好厉害呀，吉尔！想什么呢？你刚拿到枪，得多练练，这和弩箭可不一样。随后2人驱车来到一处小树林，吉尔拿出一个木棍，上面绑着一个布，放在10米远的地方。我们先练习10米，等你熟悉之后，我们加长距离。你之前有弩箭的使用经验，适应一下应该不难。没问题，看我的吧。刚开始接触枪的谢安琪，并不能命中理想的位置，但随着逐渐熟练，加之学习弩箭时培养的精准度，谢安琪上手很快。随后射出的2枪命中不？好，你的天赋可比我好多了，再多练练移动吧，到时候直接雌雄双煞，杀到坤坤大本营。我才不要叫雌雄双煞，叫反派的外号。可以，那咱先叫牛马2人组。在吉尔的指导下，谢安琪快速上手。老大，没想到你也来了这个末日世界，你在哪里？我这就过来找你。张子豪也是有些意外，到了末日世界，曾经的二狗居然还能对他忠心耿耿。你快过来，我把你拉进队伍里，咱们位置共享，到时候把队伍发展壮大，好处绝对少不了你。老大，你位置有点远，耐心等我2天，我现在就出发。他脑海中已经浮现出未来的画面，二狗一旦到达，他就招兵买马，不断发展，
到时候田小雨还不是自己的囊中之物。我们的生活补给不多了，我得再找吉尔买一些食物和水。张子豪听到，低头沉默不语。吉尔又是吉尔，你一口一个吉尔，他算什么东西？一个臭屌丝罢了。等过段时间我组成团队，把规模做起来，我要他在我面前跪舔。田小雨被突然吓到，默默退后几步，与对方保持安全的距离。张子豪，你有些偏执了。吉尔是我们的大学同学，更是你曾经的舍友，如今帮助我们应该感谢才对，而不是恩将仇报。舍友？老子可从来没把他当做舍友，和他住在一起那2年，老子都觉得他……田小雨还是第一次知道张子豪和吉尔之间有这么深的纠葛。吉尔是我的好朋友，我不许你这么说他。在我看来，他很优秀。好朋友？我看你是喜欢他吧？大学4年没接受任何人，就是因为家伙吧？张子豪越说越激动，慢慢的靠近了，舔出一把匕首。张子豪，你不要逼我。小雨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只是有些激动，原谅我好吗？希望你以后可以控制好自己的情绪。我先出去搜集物资了。小雨，我跟你一起去，你一个人不安全。不用了，我只是在附近搜集物资，不会有危险的。目前还需要张子豪这个队友，最起码可以有个人照应。但现在张子豪有种让他出乎意料的躁动。随后田小雨打开聊天窗口，下意识的发出一句话：吉尔，你要是在我身边，那该多好啊！一声私聊弹窗的冒出，这段时间两人一直保持着联系。吉尔转头悄悄看了看刚刚上楼的谢安琪，当即回复了3个问号。结果田小雨发的那条信息马上被撤回了。不好意思，打错字了。田校花，今天又要跟我交换物资吗？我想找你聊天，不行吗？难道我们之间就只剩下交易了？看到信息时，仿佛也看到了田小雨的怨气。没有的事，咱是同学嘛，你随时可以找我聊天，偶尔我也可以给你当情绪垃圾桶，不过得加钱。原来他真的就只是把我当做朋友吗？算了，现在生活都还需要靠你接济，有小情绪，我还是自己打碎牙往肚子里吞了。不过我最近的生活物资确实不多了，还想找你换一点。好说，之前你给的那些木柴，我可是烧了不少。坤坤，田小雨沉默了一会儿，你能不能卖给我一些战斗物资？我现在比较需要。吉尔看了这条消息，眉头皱了起来。要知道，之前田小雨可没有主动开口要过这些，都是要一些生活物资之类的东西，现在却主动开口要购买武器，肯定有变故。身边有危险吗？坤坤还是幸存者，需要帮忙吗？我现在有车了，半天就可以到你那。我这并没有太多的坤坤，我所在的区域目前还算安全。那到底是什么情况？突然需要战斗物资？是张子豪，他最近有些不对劲，我不太放心。随后他便把今天张子豪的暴动和说的所有言论一并告诉了吉尔。看情况张子豪真的有些意图不轨了，你自己小心一点，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可以找我，万一真动起手来千万不要手软。知道了知道了，我没有那么心慈手软的。先不聊了，天色已晚，我得回避难所了。郊外一栋楼的房顶上坐着一个瘦高男子，他正在躲避着夜晚的丧昏，这里可以给他提供安全的休息场地，补给能量。老大，再等等，我马上就来了，到时候咱哥俩直接拿下他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吉尔收到一条消息10086，我这里有一本唐刀图纸，只要你开口，我就卖给你。吉尔有些奇怪，唐刀似乎也算不上什么高级物资啊，不过是白银级别的冷兵器。再看发消息的人，竟然是上次差点坑了吉尔一把白雪。不要，没兴趣。这可不是普通的唐刀，这份图纸是可以使用20次的，而且这种唐刀用来对付丧坤会产生额外30%的伤害。这把唐刀这么厉害，那你怎么不自己留着打造啊，然后拿去卖钱？唐刀锻造的材料太多了，我们团队可负担不起。说说你的交易条件吧，我开始有点兴趣了。我要200瓶水、10箱面包或者50斤大米，嘻嘻。这些东西换算下来可不便宜，快要赶上当初拍卖壁垒围墙的价格了。你去抢吧，丧坤群里大把的物资，我可买不起这份图纸，你去找别人买吧。咱们也是熟人了，我给你优惠点啊。熟人，咱们可没有那么好的交情，不过是你坑我没坑成，最后作茧自缚，少来跟我套近乎。上次是我不对，但你也差点烧干我了啊！要不是我撒尿灭火，现在你都见不到我了。你看咱俩这也算扯平了。再说到这单生意，咱们是线上交易，你也不用担心我坑你了啊。看来白雪急着出手换取生活物资，可能已经是没米下锅了。50瓶水，20斤大米，这个价格很合适，只要你答应，我们以前的事情我也既往不咎了，以后有别的合作也可以继续谈。这个价格绝对不可能，太低了。那你自己留着过年吧。随后白雪发来一段吉尔当初开着汽车逃离的短视频，视频中清晰看到他的脸。要知道他的身份如果曝光，可不是什么好事，太多人觊觎了，必须尽快找到白雪的位置，从他手里拿到视频，不然后果不堪设想。随后派出了无人机，开始搜寻白雪风景。巧合的是，白雪离得并不远，或者说他故意来到别墅区的附近。吉尔从后院围墙翻出来，前往白雪所在的那个树林里，全力奔跑下，丝毫不逊色一只猎豹，但没办法一直保持这么极限的速度。没过多久，就跑进了那片树林。
为什么发出这么久的信息10086却一直没有回复？却不知道此时此刻，身后正在有一个人缓步向他靠近。白雪有所察觉，忽然转过头看向后方。难道是最近休息不好，精神状态太差了吗？总是疑神疑鬼的。正当白雪疑惑的一瞬间，与此同时，吉尔解除了隐身，出现在他的面前。图纸虽然在我身上，但我告诉你，视频在我爸那里有备份。如果我嘎了，他肯定会公布视频。你现在最好是放开我，我们坐下来好好谈。我并不认为你有什么可以和我谈判的筹码。如果你觉得我的身份暴露会对我影响很大，那我告诉你，你错了。我居住的别墅区可是有不少人知道我的长相，这个视频对我来说可有可无。你撒谎！你就这么肯定你的想法吗？一份唐刀图纸怎么可能让你不计成本来找我？最后更是没有嘎我。想必就是为了视频，刚才我还没确定，但看到你的反应和眼神已经很明显了。没想到竟然被白雪戳破心中所想。既然如此，那没办法了，我就只能嘎了你。回去之后洗个澡，去晦气。对于吉尔的威胁，白雪十分不以为然。等等，你说什么？你居然可以洗澡？这怎么可能？白雪不相信。要知道，来了这个末日世界之后，她最奢侈的行为就是隔几天用水擦一把脸，简直不可思议。但是仔细看了看吉尔，身上还残存着洗发水和沐浴露的香味。没什么不可能的，难道还有人来了末日世界10几天都不能洗澡吗？不会真有人这么不讲卫生吧？就在这个时候，吉尔看到白雪脖子上的牙齿。你脖子是坤坤咬的吧？但你怎么没有被感染？白雪脖子上的牙印正是丧坤的痕迹，正常情况下被坤坤咬到肯定会被感染，但白雪却没有。怎么可能是丧坤？这是我以前男朋友中的草莓。你老实交代，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你不怕丧坤的感染？然而白雪还是不肯开口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你叫的人，不然呢？很快，一伙人走了过来。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位中年男子。小雪，你怎么样？没受伤吧？爸，我没事。中年男子看向吉尔，神色一冷。大家一起上，救出小雪。显然，这个团队实力是属于比较弱的，难怪总是出售情报。行，我们投降。如果继续下去，他们这群人估计一个都活不了。敢问阁下大名？只要阁下愿意放了小雪，任何条件我白先行必定全力以赴。我想要的并不多，那份唐刀图纸给我就行。还有，为什么白雪被坤坤咬了之后没有被感染？我很感兴趣。图纸就在小雪背包里，只要让小雪开放背包，大可拿去。白先行突然有些迟疑，看来白先生也不是很在乎你女儿啊，都这个时候了，还藏着掖着呢。别，我说吉先生不要冲动。老大，那个东西是我们团队的根基，你这时候说出来会惹来杀身之祸的。可此时的白先行根本听不下任何的劝阻。小雪之所以没有被感染，完全是因为我们获得了抗病毒血清。得知白雪是因为血清才不害怕感染，吉尔不由得有些眼热。你女儿我可以不干，甚至你们都可以安然无恙的离开，但是必须拿抗病毒血清来换。白先行眉头紧锁。好，我答应你。老大，这可不行，我们将来还要靠着抗病毒血清发家，你现在把它交出去，分明就是在断我们的活路啊！两人争吵中，周围的空气仿佛都有些凝固。如果你要自己单干，我不拦着，但你只要还在这个团队，我就是老大。你对我的决策有什么意见吗？僵持一会儿之后，终究是黑虎认了怂。好，你是老大，都他妈听你的。赶紧把血清交出来，我就把人放了。不过是一下子的事情，白先生没必要磨磨蹭蹭吧？吉先生有所不知，抗病毒血清数量极少，我们都没有带在身上，而是派人专门看守。吉尔 CPU 快速的转动了一下，接受了这个理由。那3天后的中午，你带着20瓶抗病毒血清来这里，到时候我们一手交人，一手交货。一听到这个条件，白先行顿时急了。吉先生，20瓶血清，我们实在拿不出来啊！我是诚心开价，没想到你和我玩脑筋，不过是20瓶，你居然说拿不出来。真不是我不够诚意，只是我们的抗病毒血清就没有那么多瓶。吉尔 CPU 重新转动了一下，的确，如果血清这种东西都能烂大街的话，就有些说不过去了。那好，我也不为难你，10瓶血清不能再少了。8瓶，这是我们所有的血清了。当初开物资箱得到了9瓶血清，1瓶给了不幸被坤坤咬伤的小雪服用，其他的我们都还留着。看着白先行的表情，觉得不像是在撒谎。好，8瓶就8瓶，3天后我们到这里见面。吉先生，这几天还请千万不要伤害小雪，她还年轻。吉尔自然是听出了这句话的弦外之音。白先生多虑了，我不是那种猥琐佬，我有我的底线，这一点你可以放心。随后吉尔扛着他走，两人贴近时，白雪心里小鹿乱撞，神情郁闷。喂，我虽然是你的俘虏，但是能不能不要随便占我便宜？放开你可以，但你得把背包对我开放，不然的话，我可不放心。他心里确实有想要逃跑的想法，却没想到吉尔警惕心这么高。看了眼白雪的背包，物资少得可怜，唯一值钱的就是那一份唐刀图纸了。只要你老老实实的
我不会动你分毫，甚至给你好吃好喝。但如果你自己不知好歹，跑出去被坤坤吃了，或者被其他幸存者抓走当玩具，我可不会负责。吉尔偷偷从背包取出汽车，什么意思啊？有车刚刚不直接拿出来，非要抱着我走一段路。吉尔，他是谁？怎么会来我们家？他叫白雪，会在这里住几天。一时半会儿解释不清，你待会帮他整理出一个房间吧。到了晚上，白雪根本睡不着，隔壁的段位简直就是一波又平一波又起。不要脸，太不要脸了！我要睡觉啊！但强烈的好奇心又让他忍不住想要多听一会。5分钟过后，安琪，你今晚有什么心事吗？挺特别的。那个白雪是什么人？白雪就是之前卖给我黄金级别情报的那个人。你还记得今天我跟你说要买一份特殊唐刀图纸吗？就是他要交易。吉尔把今天的事情经过一五一八的讲给谢安琪听，于是我就和他父亲约3天后，用8瓶抗病毒血清来交换。我还以为是你从外面拐回来的野花呢，害得我今晚吃饭都吃不下。你个傻女人，想这些有的没的，家里有你一个不就够了吗？其实在这个末日世界，我并不介意你去沾花惹草。说来也奇怪，如果在以前，我绝对容不得脚踏2条船的行为。可是我现在只想着，只要你心里有我，别丢下我就够了。他没想到谢安琪居然这么没有安全感，甚至只是奢求自己别丢下他就足够了。我不许你这么想，我只要你。那总是和你聊天的那个呢？安琪，你不要误会，我和田小雨只是好朋友。谢安琪放手到嘴前面，示意他不要再说。你不用跟我解释，你只需要知道我很爱你，会一直在你身边，希望你不要辜负我，这就足够了。第二天早上，吉尔拿出打造好的特殊唐刀，仔细端详。唐刀白炎级特殊武器，攻击力15，特殊效果，暴击，对丧坤攻击时会额外产生30%的伤害。吉尔留下10把，另外10把挂上了交易平台。刚刚我在交易平台上看到了10把唐刀，说是附带暴击状态，砍坤坤增伤30%，不过好贵啊。我倒是买得起，但是谁知道这个暴击唐刀有没有虚假宣传？别怪我没提醒你们，这可是10086挂的商品，我可不觉得它能卖好东西。我买了1把，感觉还行啊。不过我还没找丧坤开封，不知道实战如何。你没实战过说个锤子，10086这种专门发横财的，能有什么好东西？那个谁，你赶紧去实战一番测测效果。兄弟们，我回来了。刚刚我还特意录视频，打算给个差评的，没想到那么强。视频一出，吉尔上架的暴击唐刀瞬间抢购一空。10086，你这还有暴击唐刀吗？我愿意比刚才还高的价格收一把。对，我也想要收一把。已私聊10086，快看信息。我真是服了你们这帮人，不就是一把破刀吗？有什么用？很遗憾，暂时没有新的暴击唐刀出产，可以说是暂时绝版了。聊天频道上，警长突然发出的惊人消息：各位幸存者，你们好，我是警长。现在的我非常激动，难言喜悦之情。我们刚才猎杀了一头变异的野猪，这应该是幸存者首次猎杀变异生物，绝对值得载入历史的一刻。我认为有必要和大家分享。变异生物，我连小型的坤坤群都得绕道走，现在已经跟不上末世的发展脚步了，这是天要我嘎！完犊子了，生存难度升高了，现在物资也快用完了，准备给自己刨坑等嘎巴。吉尔看着信息也是有些凝重，目前为止他也没遇到过变异生物，不知道具体的战斗力如何。这个警长估计又会借助这次浩大的声势来招揽人手了吧？若是让他发展下去，总有一天肯定会来清算自己。警长很快再次发送信息到聊天频道上，是一只巨大的野猪展露在所有幸存者面前，若不是被感染后不可以食用，不然这头巨大的野猪完全可以提供好几天的肉食。这还是猪吗？我还以为是稍微大点的变异野猪，没想到这么离谱，这都特么换物种了吧？警长的团队这么强，牛批！幸存者们还在犹豫什么？赶快加入警署吧！我们强大的实力有目共睹，在这个末日世界，只有团结才有生存的机会。正如吉尔所料，警长果然在这个节点加大了自己的宣传规模。此时的聊天频道里，已经有不少幸存者下定决心要去投奔警长的团队了。我们的小队商量了一下，准备去投靠警长或者其他大团队了，不然我们根本活不下去。其实也还好吧，大团队有保障，去了也没事。我也打算带着我的队友去投奔警长的警署了。虽然小团队分到的物资会多一些，但如果不是10086那种级别的幸存者，还是老老实实去加入大团队吧。末日世界下，就不要想着什么雄心壮志了，能活下来就是最大的幸运。吉尔，警长团队那边击杀第一头变异生物，你应该知道了吧？知道了，聊天频道上这么热闹，我怎么可能不知道？今天我们遇到了坤群，张子豪那玩意直接扔下我就跑了。好在之前你卖了不少战斗物资给我，不然今天算是交代了。这种人还留着干什么？直接用我给你的武器把他干掉算了。张子豪一直都挺警惕的，我也不擅长战斗，恐怕没那么容易。不过他最近一直想去投靠一些大团队，正好分道扬镳。张子豪要去投靠的时候，你跟我说一声，我给他送一份大礼。应该就是这几天。
他最近一直在怂恿我加入别的团队，特别是今天看到警长的那个警署杀了变异生物，都藏不住心里的想法。现在最要紧的是，还是先拿到抗病毒血清，再等几天，小雨那边应该不会有太大变异。对了，你需要战斗物资吗？今天好不容易从昆群逃出来，应该用的差不多了吧？我确实是想跟你买一点来着，就买一些燃烧瓶和弩箭用的箭矢。你那个变异唐刀还有吗？有的，我一会直接发给你。你没啥物资兑换了，就先欠着吧。臭男人，还说普通朋友关系呢，现在物资都直接送了，以前还装装样子。西西，安琪，你都看到了吗？喂，有没有人啊？我饿了。差点都忘了这家伙，他还老实吧？倒是试过逃跑，不过有我看着，就没有成功。那就先饿他一会儿，长长记性。接下来，两人就像是没有听见白雪的大喊大叫一般。吃完饭后，吉尔便驾驶着小车前往一处矿场。根据白雪的情报，这里也有一个黄金级别的物资箱。吉尔拔出唐刀，身形矫捷，一瞬间就直接让拦路的困困领了西瓜拿回家给太奶吃。事情有点不对劲啊，难道是白雪的情报出错了？或者会不会已经有人捷足先登？就在这时，一条蛛丝将吉尔粘住，一瞬间往里面缩去。什么玩意？真够阴险的！不一会，一只粗壮无比的蜘蛛缓慢地爬了过来。面对如此庞大的变异蜘蛛，吉尔心里也没底。大蜘蛛，你慢慢自己玩吧，我得回家陪我媳妇了。吉尔一边往后跑，一边调侃着这只变异的蜘蛛。变异的蜘蛛一瞬间射出巨量的蛛丝，吉尔微微躲开。不至于吧，兄弟，我不过是调侃几句，如果惹你生气了，我道歉好不好？转过头来才发现蛛丝要瞄准的并不是他，而是身后的矿洞口。他没想到这种变异生物居然有这么高的灵智，迅速拔出了 P92，射出了几颗不要钱的子，有一枪正好命中蜘蛛的头部。机智的吉尔哪会给他喘气的机会，迅速补了好多枪，直至枪管冒烟才停止。吃过亏的蜘蛛的直接转了屁股过来抗子弹。卧槽，这也行！吉尔抽出唐刀，冲上去和蜘蛛火拼了起来，一人一兽当即在山洞里大战了起来。枪也不行，刀也不行，不然换个法子。迅速戴上了口罩，一边跑一边喷，而蜘蛛则一直在后面追，就像发了情的公狗一样。不一会，蜘蛛便站在原地摇摇晃晃。机会来了，看来在这末日之下，活下去将会越来越难。这一场战斗比他之前经历过的都要凶险。随后，蜘蛛的 ST 里冒出一个黄金物资箱。白雪的情报没有出错，这里的确有黄金级别的物资箱，只是不知何时被变异蜘蛛吞进了肚子。随后，开着破旧的捷达，一路放声高歌，离开了矿场。刚才差点拿了，好在哥福大命大，成功拿下变异蜘蛛。随后，一群幸存者狂发问号，肯定是 P 的。众所周知，10086是独行侠，怎么可能单枪匹马搞定这么大一只变异的蜘蛛？肯定是假的。没错，10086的确是物资比较充足，但也不可能是一个人单刷变异蜘蛛，肯定找了帮手。你们两黑10086黑魔怔了，咱们末日世界下哪里还有 P 图？通过系统上传的图片，怎么可能会有假的？那肯定就是找到帮手了。总之他一个人怎么可能？信不信由你了，反正我已经是拿到物资箱回家了。每天能够吸引他俩哥们的仇恨值，也是一种乐趣。另一边，警长正皱着眉头在看刚才的信息，叹了一口气。这个10086看来是超乎我们的预期了，他的物资远超我们的想象。他们之前为了狩猎到那头变异的野猪，损失极为惨重，没想到10086竟然一个人单刷了。警长，有没有可能就像其他幸存者猜测的那样，10086找了帮手？不大可能，他如果需要借助外力，那当初也不会拒绝我们的邀请。显然他是不信任其他幸存者的。那也不可能啊，一个人能够击杀变异生物，这简直就是匪夷所思。蜘蛛身上有明显的枪伤，显然枪对蜘蛛并没有造成太大的伤害，重点应该是10086的那一把暴击唐刀。你手上也有一把，应该知道这把武器对付丧坤坤有多锋利。如果没有猜错的话，他手里肯定还有存货，并不是像他说的那样卖完了。那我们是要和他做朋友吗？做朋友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，即便他的实力的确让我有些忌惮，但只要我们肯下血本，解决这个后顾之忧，那一切都是值得的。此时的吉尔自然不会想到，仅因为一张图片，警长彻底有了要将他赶尽杀绝的念头。欢迎回来，主人。你主人回来，为什么我也要来迎接啊？哪有人质对绑匪这么夹道欢迎的？既然你是人质，那不是更应该讨好绑匪吗？你就不怕主人把你撕票吗？没错，你要是惹毛我了，我就扔你出去喂坤坤。没想到你居然一个人嘎了变异蜘蛛，真是小看你了。你就那么希望我嘎在蜘蛛手上啊？那当然，你嘎了我直接远走高飞，谁管你的死活？我可真是谢谢你啊！不过哥实力强大，带着黄金级别物资箱回来了哈，气不气？随后吉尔找了个角落打开了黄金物资箱，成功打开黄金级物资箱，获得自动防御武装系统，是否需要打造？材料足够，图纸即将开始打造。围墙瞬间被铁丝网包裹了起来，
顶端还插着一堆破伤风的尖刺，围墙下则是铺满了碎铁片，杜绝了幸存者想要攀爬的念头。接着，摄像头周围出现了微型的枪筒，这个自动防御武装系统是可以随着装备提升后去升级的。今后每处摄像头旁边都端着一挺机枪，360度无死角的疯狂扫射入侵者，那画面简直不要太美好。这就是你带回来的黄金级别物资？对啊，有什么问题吗？这可不像是黄金级别物资箱可以开出来的，你这都得有铂金级别物资箱的稀有程度了吧？管他呢，反正我已经用了，要真像你说的这么厉害，就当我是捡漏了呗。到了下午，吉尔上楼给白雪送晚餐。你进来之前能不能先敲一下门？第二天早上，吉尔早早带着白雪来到约好的地点交换物资，两人你一言我一句的闲聊打发时间。等了半个小时，一直不见人影。这么久了，他们怎么还没有过来？明明时间已经到了。是啊，都等大半天了。叮的一声，吉尔突然收到了一条消息。10086你好，我是黑虎，我们那天见过，想必你现在已经到约定地点了。有一件事我想要先告诉你，那就是你被白先行骗了。他依稀记得，这个黑虎就是跟白先行吵架的那个人，好像是团队的二头目。吉尔回头看了一眼白雪，发现他还在和父亲聊天。你们几个意思？白先行这只老狐狸把你耍了，根本就不止8瓶血清，一共有16瓶，我和他一人有8瓶。那天你走后，他开始说的是这8瓶他自己出，结果回到营地就威胁我，让我也出4瓶，说是为了保存实力。去他们的，他女儿关我屁事。能听出来，他一直就对白先行不服气，这一次为了救白雪，竟然还想染指他手里的血清，这让黑虎实在忍不了。你说这些是想做什么？很简单啊，咱们俩不如做笔生意。我知道你有本事，只要你帮我嘎了白先行，不光他的那8瓶给你，我再倒贴你2瓶，怎么样？听到这里，吉尔心头一热，整整10瓶抗病毒血清，在这个末日世界，这简直就是天降横财。还好，吉尔没有失去理智，很快就冷静了下来。好，我答应你了。爽快，咱们待会见。吉尔，我和我爸已经说好了，他让黑虎来接咱们。那我们在这里等他，还是怎么样？是前面一点，他给我发位置了。与此同时，就在树林的另一端，黑虎带着几个人已经在这里等候多时。虎哥，我们准备好了，就等着那孙子自投罗网了。他一定想不到，咱们老大这么聪明，他还以为自己能白拿10瓶血清呢。这小子贪心不足蛇吞象，也不掂量自己有没有这个本事。行了，赶紧把罐子拉过来，再把防毒面具准备好。